哇，七爸爸，世茂啊，今天跌了20%了，跌到5.6块7了，可以捞底了吗？哇，七爸爸，恒大今天到了1.6块了，哎呀，没听你说啊，做了鸵鸟了。那现在要转的话，把资金转到哪一个好呢？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今天我会给大家分析中国内房股的债务危机。而且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哪些是需要避开的、注意的危险，哪些是可以把握的机会。就算你对内房股没有兴趣，也记得留着，因为我会像其他的视频一样，会带出经常散户犯的错误，而且会分享如何可以提升我们投资的回报。顺带一提，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会经常分享我投资了28年的投资的心得。当然，当突发的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也会分享我的见解啊，所以大家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那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资讯啦。为了感谢大家，当订阅的人数到了一定的数目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免费的公益的课程回馈订阅者。好了。讲到今天啊，世茂集团啊，今天跌了19.92%，跌到了5.6块7。很多的内房的投资者哇，都是心惊胆战啊。有些人来问我可以捞底了吗？有些人问我啊，是不是要离场啊？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下。我在上一个视频经常有提到过的恒大，叫大家避开的恒大，今天已经跌到了1.6块了啊，距离1个多月前吧，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当时还有3块钱，我就叫大家避开啦，走啦，这个公司可能会倒闭啦。今天已经是又跌了一半了，短1个月之内又跌了一半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啊，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我在阿里巴巴、恒大和 Topgolf 可不可以捞底的时候，带出了一个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就叫锚定错误啊，就是因为以前是什么价格？以前恒大曾经是29块，以前恒大很贵，阿里巴巴以前320块，今天好像跌到了这么底，就是好便宜啊，去捞底，这是非常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错误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中国内房股从这么高的价格跌下来？其实怎么造就了这么高的价格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其实中国的经济呢，从1990年开始呢，就是进入了一个突飞猛涨的很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啊。中国的内地的房地产也就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里面呢，得益了啊，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啊。那我们记得呢，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香港人到中国内地看房子，哇，简直好像不要钱一样，太便宜了。所以他们的起步点是很低的，使到他们之后的20年可以不断的有一个很高的百分比的增长，每年都增长啊。所以很多人养成了习惯，也是在这一段经济的黄金期里面赚到了钱啊，就把钱买房子，赚到了钱就把钱买房子，而且买了房子又是看到自己的财富暴增，所以养成了买房子的这个习惯啊。那好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其中有一个表者就是许家印先生啊。除了许家印之外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内房股的老板，也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许家印先生呢，在92年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工厂里面的车间主任啊。到了96年他创办了恒大，当时呢只是开始卖一个房地产的楼盘。到了2017年，短的21年之内，他做到了中国首富啊。如何做到？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谁胆量够大，谁借的钱多，谁越高价格去投地啊，拿到地越多，借钱越多，造楼越多，到最后呢，股票涨得越多，财富赚得越多。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的时候呢，恒大的许家印做到了首富，其他的很多的比如说碧桂园啦、富力啦等等啦、黄建林啦，也是做到了非常有钱的人了啊。那好了，
到了最后呢，中国的楼价经过了20年不断涨，真正的是超越了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承担的负担的一个房价了啊！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普通的一个打工仔把这个工资省下来，10几年、20年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对吧？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中央政府也出来了一个房住不炒的政策啊。其实这个房住不炒政策，相关的措施包括有限购令啦、限贷令啦，很多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这个楼价因为以前涨得很快，很多人养成了习惯，有钱就买楼啊，所以这个 momentum 上涨的动量啊，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啊。在这个时候啊，像许家印先生啦，还有其他的民营老板呢，也是漠视了中国中央的这个政策，还是不断的借钱去扩大他们的生意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呢，他们的这个措施呢是越来越严谨，其中一个是叫3道红线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产负债的比率超过70%啊，借了太多债了，对吧？或者你的净债的比率大于100%了，或者是现金短债的比率小于1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哇，你是借钱太多了，也有可能呢还不起债了，这个危险很高了啊。所以他们3道红线出来，就是要避免过度扩张带来的以后的可能会倒闭或者是泡沫爆破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整体的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啊。那有了这3道红线之后呢，银行一看了如果一家企业超过这3道红线了，踩到了，他们就不再借新的债了，需要这些企业通过卖楼，通过他们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去还债，把这个3道红线借债呢降下来，这个3道红线不再踩了，全部是绿线了，才可以正常的到银行去借钱或者是去举债啊。那这个政策呢这出来之后呢，正好遇到了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一开始之后许多这些内房的企业第一个造楼的这个过程呢停顿了第二个可能买楼的那些人呢资金也延迟了，因为新冠疫情谁都不出去了嘛，对吧？还有一点是打击最大的，他们这些内房的企业有很多的都是有这个 shopping mall 这个商业楼。那新冠疫情当然人家不去了，更加重要的是新冠疫情的时候，酒店的入住率就非常的低了所以做酒店的都会亏钱，这个现金流呢是变得非常非常差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企业就慢慢的这个财务就陷入了更加大的困境了刚开始还顶得住，对吗？希望还能够发债啦，还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像许家印做了恒大汽车啦，或者是分拆了物业管理啦，希望用一些财务技巧来募集他的资金包括拖欠他们的供应商这些商务的票据，也有很多的理财产品募集了一些资金。但是到了今年的年中6月、7月份的时候呢，真的已经顶不下去了所以到了8月份开始，恒大基本上很多人看到是不能够再还债了，发生了这个债务危机。在恒大之前呢，在中国也有个华夏幸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司开始债务付不起利息了一旦他们违约了之后，债券的持有人更加谨慎了，他们的供应商更加谨慎了，你要付现金我才帮你开工，你要付现金或者要把以前的这些商务票据要着手了付掉了，我们才来给你开工。所以这样一来呢，恒大又不能再卖楼了因为他卖出去的楼没人造了，房子的买家呢也特别小心了，会不会我们买了楼花之后，我们预售的楼之后，以后你交不出来，没有人来造，对吧？所以他的资金流呢是这里断掉了那这个影响呢不光是恒大，也影响到其他的内房股，特别是一些借贷的比较高的包括花样年佳兆业包括还有富力等等一些借贷比较高的一些内房。所以我们明白了
这些企业为什么以前的股价这么高？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以前股价高，跌了很多，现在就便宜了，去捞底了啊！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啊！那我们要远离呢这些踩了界的啊，这个3道红线踩界的一些企业啊。这里有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当然这个表示一段时间之前了，这也是我们想带出的第2点啊。所以第一个比如说像恒大这些，我觉得啊倒闭的风险是蛮大的，花样年啊这些倒闭风险蛮大的，就算股价跌了多少，还是避免为上。就是当一个企业违约到最后倒闭的话，它的股价是0，对吧？你跌到了1毛钱，从1毛钱跌到0，还是100%的损失啊！所以千万不要看到这些高危险的内房股去捞底啊。那第2个呢？相反了啊，我们市场里面看到一些高危险的，其实有一部分已经是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的，它的股价已经跌了很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密切的留意，就是这些企业在最近有没有通过不同的他们的积极的行为去募集资金，使到他们有这些资金的话可以渡过难关啊。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想一想这些企业能不能10年之后还能生存啊？当然我们会看它的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看看他们欠了多少钱，看看他们最近卖楼回来的钱，卖资产回来的钱，套现一些股票回来的钱，或者是大股东注资借钱回来的钱，甚至是他们配股回来的资金，能不能够让他们度过未来的1年、2年、3年所需要偿还的债的一些现金支出啊？如果他们渡得过这3年的难关的话，那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股价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了。可能现在买入的话当然要分散买入因为任何一个企业还是有倒闭的风险的。如果我们分散投入的话，我相信整体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分母已经跌到很少如果我们用长线的眼光来看，放上3年、5年的话，那应该来说呢，这个可能回报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度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是要有独立的思考去看每一个地产的内房股值不值得投资。 OK， 那好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借用一个股神他的一个投资的智慧这个 John Templeton 他是其中一个我学习的对象。他曾经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说 The time of maximum pessimism is the best time to buy 在中文来说呢，就是当大家都是绝对的悲观了，这个悲观程度到了最大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机来买入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内房股是普遍的，所有的内房股不管它是有没有倒闭的风险，倒闭的风险高还是倒闭的风险低都是全部一面倒的，很大责任的来跌下来所以我感觉到经过几个月的下跌之后，到现在人家对内地的房地产开始越来越悲观，基本上已经相信离这个绝对悲观的地步呢已经不远了。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考虑参考一下这位股神给大家的智慧启发。 OK 那当然了，短期内大家也要小心有做空的人，比如说买了 put option 认沽期权或者是沽空了这些股票的人呢通过发放一些利空的消息我们今天看到世茂在港交所的新闻里面澄清了那些是 rumors， 是些不实的消息，对吧？但是现在有互联网的年代，有社交媒体的年代，一个不利的消息很快会传出来，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很恐慌的年代里面，一看到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呢，就会传得很快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借着沽空的力量，把一些股票会砸带回会把它压下去，对吧？我们的普通人一看到哇股票跌了自动会做什么？自动会去 search 去寻找这些跌的原因，然后我们寻找到了哇世茂房地产怎么样这个恒大怎么样融创怎么样，对吧？那这样的话，然后一传百，百传千，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恐惧的情绪啊，引发更多的抛售，使到最后呢，这些沽空者想做到的就是那些触发这些涨仓盘啊。什么叫涨仓盘呢？其实很多的企业的老板，特别是些内房企业的老板，我们刚才说过，在前一阵子谁借的钱多，发展的越快，谁就财富增长的越快，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些内房的老板呢，也是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借给了金融机构使得这些资金回来之后，可以让他们继续发展企业或者买多点股票杠杆下去买多点股票。所以很多这些老板都有借钱，把自己手上的股票押给了财务机构借了钱所以当他们自己的股票跌了这么多从我们看到这些股票，比如说世茂从36块跌到今天只有5块，对吧？跌了这么多之后，有很多的涨仓盘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许家印夫妇，恒大跌了这么多了，跌了90%之后，他们手头上的股票也被涨仓，那这些股票很快的一天之内抛售出来，加快了这些股票的下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这些股票加快了下跌，触发了更多的涨仓盘我们特别要小心这一点那当然没有人能够估计到什么时候这些涨仓盘会出现，什么时候所有这些涨仓盘会完全消化掉，那就会涨了，对吧？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个，我们要投资的话，一定要做一个长线的投资者那也就是说，不要太焦虑明天这个股票是涨还是跌，我们放长线看这个股票3年后、5年后、10年后特别是问一问自己，这家公司10年后会不会还在？如果这家公司10年后很大的机会还在的话，那今天只要我们做分散投资的话，那可能10年后这个股价对今天来说应该会反弹很多很多那当然了要投资的话也要先求知，我一直在说要投资先求知你要学会如何去看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学会去看一家公司今天它的资产折让的程度是不是很便宜它的风险和它的回报直播率有多少，值不值得大家去买它的股票另外有一点呢，一定要用不等着用的钱，闲着钱千万不要借钱，因为你一旦借钱的话，时间就是你的非常大的敌人，而且呢你会很焦虑所以呢做好风险管理，分散投资，做好了所有功课之后，买了之后放松心情，吃得下睡得好，让时间做你的朋友，5年后10年后这些公司的股价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大家，好吧？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总结一下的话，第一点我们要避开会倒闭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1年内2年内很大的机会倒闭的话，我们尽量要避开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去看这些数据，看它的这个 credit rating， 看它的债券今天的价格，可以来预测一下，估计一下他们倒闭的风险的第二个，我们要低捞一些呢，是市场觉得他们会倒闭，但是我们觉得他们最近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一些工作之后，他们倒闭的风险是大量的减少了，但是他们的股价还没有反映出来的如果我们找到这些公司分散投资的话，他们分母很小的话，以后给我们的回报可能会是非常可观的。第三个，记得自己要保持良好的心理指数巴菲特曾经也讲过我们普通的分析能力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我们要有优良的心理的素质，这才是一个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投资者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我会看了之后找不同的时候回答大家的。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有价值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